同学聚会上，我因为晚到，不得不坐在校花旁边。有人劝酒我婉拒，不好意思，老婆在备孕，让我忌酒了。那人转身想要和校花碰杯，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面露歉意，抱歉，在备孕，忌酒了。夜色渐浓，今日晴朗，再加上城市环创，破天荒的能在城市的夜空中看到连成片的星幕。绿泡泡群里一直有人在催，一路红灯，计程车一走一停，终于在8点前到达了星耀酒店。星耀酒店是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进出的大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酒店大门外的停车场更是豪车云集。我下车，一眼就看到了柳如烟烧包的迈巴赫，晦气，他怎么也来参加什么劳什子高中同学聚会了？这场聚会来得十分无厘头。提倡者孟子怡原先是我们班的吊车尾，也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辍学不上的。不过人家财运好，出门了校门便遇到了贵人，一路跌宕坎坷，到现在也成为本市有头有脸的土老板了。所以这聚会看似久别重逢，其实就是跟老同学炫富，顺便受同学的追捧。要不是因为加班搞得晚饭没着落，再加上群里使劲催我是不会来的。只是柳如烟来这儿干嘛？她在群里也没发言了，来展示一下自己手上刚入的百达翡丽限量款手表吗？我这样想着，已经推开了包间门。包间里好不热闹，一群人许久未见，相谈甚欢。见我到来，原本喧嚣的包间安逸了片刻，一群人的目光齐刷刷的落在我身上。孟子怡立马起身相迎，好久不见啊，顾大帅哥！昔日班草不愧是班草，连出场都是压轴的。我正要搭话，一旁传来男生酸溜溜的声音：哎呀，我们顾大帅哥从高中就是高傲的小孔雀，看来现在人都没变，真好，不像我早就被社会打磨了。旁边有人附和：班草有什么好摆谱的？校花也没跟他一样姗姗来迟啊。说话的二人从高中就好的穿一条裤子，也高中时期都看不惯我，没少言语嘲讽。只是没想到这么久过去了，还是那么幼稚。我一点都不生气，称这种行为为酸鸡表现。我没接话，打量了一圈环境，目光不期然与那人交接。她休闲裙子的袖子半挽着，手背搁置桌面，食指微拢，有一搭没一搭的敲打着桌面，看来心情挺好。也是，前男友被人群起而攻之，她看得能不爽吗？因为来得晚，全场只余柳如烟旁边一个空位了。我嗤笑一声，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到了柳如烟旁边。大家没看出我与柳如烟不合的气场，有人玩笑似的开枪，果然还是得俊男靓女坐在一起令人赏心悦目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秃了，柳如烟还是这么美，一般人可不敢坐她旁边。全场不少年生的目光在柳如烟身上流转，但都没能坐过来。毕竟柳如烟这人虽然很烧，但长得确实有祸水儿那味。再加上高中柳如烟几乎被全校男生神化，是那种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神一般的人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存在。所以虽然不少人看到柳如烟小鹿乱跳，但没人敢坐在她旁边，我就成了被迫坐过来的冤种。他人高腿长，坐在这种大型圆桌前略显委屈，长腿只好向一旁屈着，我稍微一动作便能碰到他的腿。夏季闷热，我穿的又是短裤，他腿上的热量很容易透过短裤传过来，我往旁边不易察觉的靠了多次，还是会贴到他的腿。要不是他面无表情的摆弄手机，我都要怀疑他是故意的了。我咬牙尽力克制自己的不悦。您好，柳同学，可以把你的腿收一收吗？柳如烟极为优雅的放下手机，侧目看我一眼，声音低沉富有磁性：抱歉，我没太注意。引得对面男生一阵荡漾。我掀了掀嘴唇，小声吐槽：装什么？人都到齐后，菜品也陆陆续续端上桌，看得出来孟子怡下了血本。6星级酒店上的菜品也全是招牌，干饭才是我此行的目的。一群人畅聊，我头都不抬，只管干饭，十分快乐。更快乐的是，我爱吃的菜品每次都能转到我面前，我简直就是天选干饭人。孟子怡穿梭在各个人座位旁，来回劝酒。她现在飞黄腾达，哪怕不胜酒力的人也会给她个面子。顺便说说有朝一日提拔我的客套话。很快她转到了我这里，来，我敬班草一杯。不过话说回来，班草迟到了，是不是该自罚3杯啊？这是什么狗屁道理？我酒量不佳，酒品也不好，自然是不会喝的。婉拒了几句，孟子怡人在兴头上，又喝了些酒，有些不依不饶。什么意思？班草不给我面子，看不起我，这不是道德绑架是什么？见这人实在难缠，我干脆放下筷子，拿出杀手锏来。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在备孕，让我忌酒了。果然这理由一出，孟子怡不敢再劝了，只是感到惋惜。哎呀，班草都结婚了，哪家的猪拱了我们班草啊？真是可惜了。为了幼小的生命，这杯酒我可不敢劝了。说罢，他转身将酒杯举到拱了我的桌面前。那我们叱咤风云的大校花给不给面子？他怎么谁的酒都敢劝？柳如烟这人看着不食人间烟火，清瘦冷峻，实则在某些方面猛得超乎凡人相信。酒量是一方面，至于另一方面，不太方便透露。就当我以为柳如烟能一口气喝趴下他的时候，柳如烟却缓缓摇了摇头，说出去的话更是令人跌破眼镜。抱歉，我在备孕，戒酒了。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我似乎都能听到班里男生心碎的声音。孟子怡彻底傻眼了，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着我俩。我从他不可置信的眼神中嗅到了一丝危机感，心里不断暗骂柳如烟乱讲什么东西。我俩是隐婚，现在都要离婚了，他还说这么令人想入非非的话。现在人都不是傻子，肯定能猜到我俩有猫腻了。我甚至都编好鬼话准备应付了，然而没想到还真遇上了傻子。孟子怡嗓音颤抖：卧槽，你俩什么情况？怎么一个个都英年早婚？班里就数你俩学习好，你俩读的什么书？婚书吗？他这一句话成功把班里人的想法带偏，大家议论纷纷。就是啊，大家结婚都在班级群里发通知，你俩怎么闷声干大事呢？也不知道谁家的猪把校花给拱了，也太幸运了吧。有人凑到我面前问，话说顾南萧方便给我们看一下老婆照片吗？满足以下好奇心，我微微一笑，算了吧，我有恋丑癖，老婆丑的不能见人，怕吓到你们。那人不死心，又凑到柳如烟面前，那校花眼光高，能给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帅哥把你拿下了吗？柳如烟轻吟片刻，算了吧，她很腼腆，路上被人看一眼都要害羞很久。我如鲠在喉，我说柳如烟你丫头别太荒谬，这个话题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大家虽然好奇，可我跟柳如烟的兴致不太高，所以他们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孟子怡连遭2次拒绝，一口闷下了那口酒，而后他目光落在了柳如烟手腕处的表上，
眼睛一亮，卧槽，校花这是发大财了，怎么把市中心一套房贷手上了？柳如烟算是正儿八经出生钟鸣鼎食之家的千金小姐，不过她为人低调，高中穿的衣服全是些不见 logo 的样式，就连平时上学都是骑山地车，所以很少有人能把她和巨有钱联系在一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衣服，每一件都好几千。柳如烟淡定地喝了一口水，眉眼间尽是坦荡浅声说：“假的，不值钱，则演技真好，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义乌淘的地摊货呢。”她的回答让孟子怡很满意。孟子怡松了一口气，毕竟来摆谱的人，当然内心接受不了别人过得比她好。她慷慨地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朗声说：“哎呀，做人不要太虚荣，得一步一个脚印。你要是混得不好，要不来跟着我干，我给你开的工资比你现在高3000，怎么样？”柳如烟不为所动，她眉眼微敛，声色清朗：“不必，我现在养猪，生意挺好的，我怎么怀疑他在骂我？但我没证据。”这话说的孟子怡都尴尬了，她象征性的笑了2声，哈哈哈，挺好的，涉足未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养了猪才发现他不爱啃白菜，这饭我是吃不下去了。阴冷小人柳如烟拐着弯的阴阳我起身，抱歉了，老婆是个粘人精，已经在催我了，大家有缘再见。哪知我起身的一瞬间，柳如烟也跟着起来了，抱歉，我也得回家了，我老公容易胡思乱想，生气了很难哄，怎么我走他也走？哪是什么粘人精，分明就是学人精。身后传来同学们八卦的声音，卧槽，普天之下哪有这妖巧的事？你说会不会他俩内部消化拍拖了？不可能，回答他的是另一道斩钉截铁的声音，他俩绝对不可能，他俩在一起的概率比路上捡到100万都低。也是，他说的这么肯定，并非是因为直觉，而是根本没人会把我俩联想到一起，因为当年班里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柳如烟合不来，准确的说是我讨厌柳如烟。柳如烟目无下尘，也不跟我一般见识。高中之前，我一直都是年级佼佼者，稳坐班级第一的存在，直到遇到了柳如烟，我感受到了碾压式的差距，她是低，且回落我10几20分，无论我怎么努力，最多追上3、5分的差距，我还因此内心备受伤害，挫败了好久，甚至回到家埋进被子里偷偷哭过。所以哪怕全校男生都喜欢柳如烟，但并不妨碍我讨厌她。是的，没有哪个万年老二是不讨厌第一的。甚至在同学玩笑似问我这么关注柳如烟的成绩，是不是喜欢她的时候，我还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不可能，我喜欢村头的流浪母猫都不会喜欢她。这句话还被恰好路过的柳如烟听到了，只是我没出息，意志不够坚定。在一次次巅峰对决中，我逐渐迷失在了她的美色和实力之中，成功倒戈了。然后我感受到了自己打自己的脸，真疼。我开始点开百度，恶补知识，如何追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当年百度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闪光点，与众不同，不要丢失自己。我灵机一动，全校喜欢柳如烟的人可以塞满足球场，我要是也跟着像个小迷弟一般喜欢她，岂不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要想出头，必先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我选择继续保持我讨厌她，要跟她战斗到底的人设。背地里嘛，倒是费了不少心思。比如语文课上，老师问我们最喜欢的一首词是什么，我高举右手，当着全班人的面背出了那首柳永的《雨霖铃秋别》，念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一句被我写在日记本里好多年，但无奈柳如烟就是个木头，眼里只有学习，而且她似乎也很认真地把我当做一个得力的竞争对手来对待。竞赛前还会主动借给我笔记本，然后惜字如金地鼓励道：“这次加油！”笑死，有用吗？我连夜把笔记本翻烂，第一的位置还是望尘莫及。还给他笔记本的时候，我从网上搜了爱心曲线方程，偷偷地写在了他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不过柳如烟大抵是看不到了。再后来，柳如烟保送了，我发愤图强，将那所学校视为升学殿堂。在我坚持不懈的刻苦钻研下，终于圆梦，与柳如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本以为到了大学就会好起来了，周遭没了熟悉的人，我摩拳擦掌，终于要大展身手尽情追妻了。然而却出现了强劲的情敌。排球场旁，我在心里联系了 N 遍的送水情景没能发生，被人截胡了。那男生一袭短发，双眸灵动，拿着矿泉水蹦蹦跳跳的走过去的。他叫他小烟，柳如烟很自然的接过了。他面对生人时一向沉默寡言，这次却主动同他寒暄：“你怎么来了？”男孩巧笑嫣然：“来看看你还需要理由吗？”阳光落在他们身上恰好，我身旁同样跃跃欲试的隔壁院院草心碎成一地，哭丧着脸对同行男生倾诉：“完蛋，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柳如烟这不有对象了吗？”我心如死灰了。谢谢，我也一样。我决定封心所爱，刻意不去关注柳如烟，路上遇到她也别过头当做不认识。后来沾了我丢三落四导员的光，教职工演讲比赛前，导员人都到现场了，把演讲稿落在了办公室。我风风火火跑到现场给他送，却在后台听到了隔壁班老师与柳如烟的对话：“如烟啊，咱貌美如花的有没有对象啊？”柳如烟面色平静，几乎没有思考：“没有。”我心底一下子升起了希望的光，毕竟柳如烟的性格不至于在这种事上说话。老师也甚是欣慰，拍了拍他的肩膀：“哎呀，太好了，老师有个亲戚的儿子，跟你一般大，谢谢。”我的光又灭了。果然大家都盯着柳如烟这块唐僧肉。导员突然出现在我身后，我说：“咋找不到你呢？你藏在这儿干嘛？”我的稿子。我吓一大跳，毕恭毕敬将稿子交上后，完美错过了柳如烟的回答。再后来，校园里举办消灭烦恼的活动，随处可见抱着箱子拿着信纸的志愿者。我被一个小伙拦下，他笑容甜甜：“哥哥，写一下你的烦恼吧，会被别人带走的，以后就不用愁眉苦脸了。”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只有得不到柳如烟一个烦恼。我叹了一口气，算了吧，我的烦恼谁也带不走。小伙不放弃，将手中箱子向我面前一递：“那您带走一个烦恼。”他嘴角的酒窝实在不好让我拒绝，我象征性的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纸条，随意展开一看，我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上面写着：“我喜欢一个人，但他似乎有些讨厌我。”这是柳如烟的字，一切都说得通了。所以那天的男孩并不是她男朋友，而是她喜欢的人。柳如烟爱而不得，正在吃爱情的苦。
只是看那天男孩的表现，也不像是讨厌啊。果然，陷入爱情的女人容易胡思乱想嘛。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柳如烟哥哥来喽，就让我用爱感化她，温暖她，弥补她吧。这么好的女人，那哥们不要我要。我彻底开始了追妻计划，加入了他所在的社团，有一搭没一搭的找他聊天，路上制造偶遇，专业课困难找他。我跟柳如烟相处的日益融洽起来，直到那晚部门聚餐，我酒量不行，从头到尾没喝过一口，哪怕部长几次三番劝我都岿然不动。毕竟酒品好不好咱也不知道啊，万一在柳如烟面前发了疯，我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正当一群人路边烧烤吃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的强劲情敌又出现了。男孩遥遥向柳如烟招手，部门里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部长更是带头打趣：“你丫头不仗义啊，这么帅的男孩不给我们介绍介绍？”柳如烟淡笑：“这是张成峰，我的朋友，是朋友还是男朋友啊？这可不兴省略。”柳如烟还没说话，张成峰微红着一张脸开口：“学长学姐可别打趣小烟了，他脸皮薄。”我心里宛如坠了冰窟，刚塞进嘴里的羊肉被我吐了出来，他妈的怎么这么酸？柳如烟跟着张成峰出去了。街口路灯下，男孩不知道说着什么，神态娇嗔，撒娇似的抱着柳如烟的胳膊摇晃。我视线模糊了，甚至在想，我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让男孩吃醋察觉到柳如烟的好吗？可相处的这些时日，柳如烟没有刻意躲避我的接触啊，她有给我造成错觉啊！渣女，原来我就是他俩爱情的催化剂。老天，你睁开眼看看啊！你让我这么帅气完美的男人拿男配剧本，你没有心。如是想着，我心情越发沉闷，随意抓起桌上的一杯酒，猛地仰头灌了下去。部长都傻眼了，南萧，你这么猛吗？这他妈的54度的纯白，是吗？我咋觉得跟白开水一样？我拿过酒瓶，又倒了一杯，一饮而尽。等柳如烟回来，我已经丧失神智了。我坐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只觉得桌子都在转。柳如烟自身后拖住我的腰，低沉关切的嗓音响起：“怎么喝了这么多？”她容颜在我眼前一点点放大，我翻涌着的委屈皆化为眼泪滑落。我抓住柳如烟的手摇晃起身，她怕我摔倒，便亦步亦趋，直到走到树旁，我将柳如烟往树上一推，酒壮怂人胆。我低头捧着那张脸吻了下去，发泄般的，我咬破了她的下唇，腥甜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柳如烟，这叫告别吻，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话音刚落，放在任我宰割的柳如烟却突然使了力道，她勾住我的腰，我被迫前倾。柳如烟弯身将我的呼吸掠夺，我被她吻得找不着北，酒精侵占大脑，我神志不清。就当意识快要涣散的时候，我听到她说：“顾南萧，你写在我笔记本上的方程还没亲自解给我看，怎么能跟我分道扬镳？”我俩在烧烤摊上的那一幕在部门掀起巨大风浪。她说她与张成峰只是朋友，她说她喜欢的人一直是我，纸条上写的人是我，从高中就一直喜欢的也是我。我哪受得了这种糖衣炮弹？对张成峰的醋意消弭殆尽，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了。我俩年轻气盛，自然是滚来滚去。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柳如烟越是推迟了，验孕棒2条杠了，她花容失色。我牵着柳如烟的手，直接给她带到了民政局。我俩就这样领了证。领完证当天，我带柳如烟去医院做孕检，结果发现一切都是乌龙，验孕棒那点出错率完美降临在柳如烟身上。我一时间既松了一口气，又有些失落。到手的孩子飞走了。由于我俩领证的原因实在太扯，时间又太早，所以我们商定先不公开，暗自幸福就好了。这一隐婚就隐婚到现在，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被公开，就要破裂了。我要跟柳如烟离婚，来的时候方便，走的时候可不好走。这一片都被定义为富人区，出租车一般不会绕路走着。我已经在酒店门口站了10几分钟了，打车软件上还是无人接单的状态。柳如烟就这样沉默地站在背后，双手环胸，铁了心要把笑话看穿。我不信邪，翻找出了很久之前留的出租车司机的号码，一通电话打过去后，我失望地收了手机，人家手里俩单子，根本没时间。柳如烟捏着车钥匙，烧包迈巴赫车灯立马闪动了2下，她沉沉的嗓音在夜色中响起：“南萧，跟我一起回家。”回哪门子的家？谁跟他一个家呀？打不到车的郁闷让我一点想跟他心平气和说话的心情都没有。我嗤笑一声，我骑着猪回家都不坐你的车，你快滚，别在我这里碍眼。正说着，手机屏幕亮起，是接单通知，简直天助我也。我嘚瑟的晃动手机，你不会以为我离开你走不了了吧？话音刚落，消息再度弹出，车主取消了订单。柳如烟势力惊人，她轻浅一笑，落在我耳朵里风刺激了。这里真的不好打车，南萧，上车。笑话，我岂能屈服？虽然目前坐他车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我浑身上下就嘴巴最硬，我大步流星往前走，不用你费心，我走也能走到家。你快走，别跟着我了行不行？然后我就崴脚了。不是老天爷，你给我个面子，让我潇洒一回能怎样？咔嚓一声，很是分明，我整个人都跌落在地，脚踝处痛感阵阵传来。一下子，我嚣张的气焰熄灭了一半。偏偏柳如烟这闷烧这会儿扮演上听话的好女人了，她步履沉稳，3两步走到了我前面，留给我一个挺阔的背影。我咬牙切齿，脱下鞋就往她后背扔去。柳如烟，咱俩好歹夫妻一场，你见死不救是不是？她无辜极了，你让我走，我不敢留。这一波我自食恶果，女人果然指望不住。我掏出手机看清现实，打算给自己叫个120，正拨着号，手机被人抽走。柳如烟修长的身影笼罩着我，没等我开口，她弯身将我扶了起来，想要骂骂咧咧的话被我吞了回去。我别过脸，故作傲娇，不是说要走吗？怎么又回头了？别以为这样咱俩就能不离婚。我告诉你，我心如磐石不可转。哎，你车在那边。柳如烟脚步一顿，你不是说要骑着猪回去？我不可置信的睁大了眼，我耳朵聋了吗？柳如烟在自黑，靠在她身上，周遭全是她衣服上清浅的香味。由于靠得太近，我甚至能听到她有力的心跳声，馒头更是随着柳如烟说话的动作微微颤抖，仿若有电流一般划过我心脏。我仰头，只能看到她如金雕般流畅的下颌线和高挺的鼻梁。这张脸我看一辈子都看不惯，我干脆低下头，把脸埋进她怀里，声音闷闷的：“你怎么
这么好心，还承认自己是猪了，还真以为自己成养猪大亨了。柳如烟回答的一本正经，毕竟连班里同学都说是猪拱了你这颗白菜。回到家，我的脚腕已经肿得老高了，稍一动便是钻心的疼。柳如烟动作轻柔地将我放在沙发上，而后翻出医疗箱，手上搓了酒精一阵揉搓后，又小心翼翼地贴了膏药，动作流畅熟练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金牌骨科医生呢。他做事总是很认真，眉眼专注地落在我高高肿起的脚踝处，心无旁骛，额前碎发伴随着他的动作颤动，与睫毛相处。我曾经以为柳如烟这样的人，要么就是清心寡欲，要么认定一件事之后就是坚定到底，再无其他。所以我们在一起后，我始终认为他爱我爱得无法自拔。后来才发现，也许真是我想多了。他这般惊艳的眉眼，怕是看猪都深情，我不过就是有点小姿色，又有点小脑子，又恰是闯入他生活的一点乐子罢了。如果那天我没有醉酒，当着众人的面强吻他，怕是也没有我们的以后。将膏药贴好后，柳如烟一边收拾医疗箱一边叮嘱我，这2天公司请个假吧，少走动，明天我会，你差不多得了。我挥手打断他，没事我就回我房间了，等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你最好快点安排好你的工作，然后跟我去民政局，我们快刀斩乱麻，避免夜长梦多。说着我将脚从柳如烟宽厚的掌心抽出，正要单腿蹦着走，柳如烟却抬手稳稳地攥住了我的脚，我受力被迫又坐回了原位。柳如烟面色平静，眸底却墨色翻涌，她定定看着我，神色带了些不易察觉的倔强。受伤难消，为什么要离婚？我鼻尖一酸，委屈翻涌，只好猛地别过头去，不肯示弱。什么理由不可以呢？不爱了，我腻了，我爱单身，都可以。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不容置喙的语气，我不同意。我不明白柳如烟的执着从哪里来的，难道女人就非要锅里一个碗里一个才舒服？没有男生会想把婚姻当做一场玩笑的。我也以为我会跟柳如烟一直幸福下去，我甚至想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公开，什么时候补办婚礼，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张成峰，一个我刻意不想提起的人。关于张成峰，从一开始柳如烟给我的解释就只有2个字：朋友。出于对柳如烟的信任以及被甜蜜爱情蒙蔽了双眼，我将这人深深压在心底。可他与柳如烟相处的画面，还会时不时蹦出来刺痛一下我的心。所以收到张成峰发来的消息时，我第一反应不是已经嫁柳如烟的有底气，而是心慌，没由来的心慌。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是这样的在意，没有寒暄与弯弯绕绕。张成峰开门见山，你什么时候把小烟还给我？我稳着心神，几乎颤抖着手打字，我们已经结婚了。张成峰很有信心，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你敢不敢明天中午跟我见一面？我们约在了我公司旁边的咖啡馆。男人打理了个飞机头，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衬得身材很好，已经跟上大学时看到的他很不一样了。他端坐在椅子上，优雅自信地搅动着手里的咖啡，看我的眼神很是不屑。张成峰皱眉，上下打量我，你说你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呢？我帅气而自知，那你去问柳如烟看上我什么了？再说了，我这张脸就是很了不起。昨夜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看着柳如烟熟睡的侧脸，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对我老婆保持100%信心。何况就算柳如烟跟我分手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受她的气，不就是装吗？谁不会一样？我双手环胸，先入为主，有什么事快说吧，我的时间很宝贵。张成峰直接将手机推到我面前，这是我的微博。我不以为然地扫了一眼，而后身子彻底僵住了。在过去的几年，他们一直有联系。小烟好好，半夜陪我挂点滴。这时候的医院好吓人，总是生病好烦人呀。还好小烟会给我送药，雨怎么说下就下了，淋了雨的话又感冒了。小烟来给我送伞了。每一条微博下都配有图片，完全就是男友视角的柳如烟，她真的怎么拍都好看。男人在这个时候记忆力是惊人的，我发现几乎每一条微博的时间我都能对应上。好朋友吗？确实好的可以，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怎么不去滚一条床单呢？我觉得胃里翻滚，咬着牙逼退眼底的热意。我盈盈一笑，这种烂白菜谁爱要谁要，你吃我剩下的怎么这么有优越感？求我把柳如烟还给你，你是要饭的吗？张成峰被我的炮雨连珠给惊呆了，没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很是失望。你疯了？我笑意更浓，没有，就是觉得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东西挺可笑的。说罢我潇洒转身了，转身的一瞬间眼泪滚滚而落。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学校也因我在大雾四起的山里迷了路，手机没有信号的状态，是柳如烟发疯一般找了我整整半夜。抱住她的时候，她浑身都已被露水打湿。她是爱我的呀，可为什么在她的爱里还有别人呢？我又想到第一次见张成峰的时候，柳如烟对谁都是不咸不淡的姿态，唯独面对张成峰，她那样自然的接过张成峰手里的水，又那样自然的与他寒暄。她喜欢张成峰吗？我不知道，可这种不清不白的朋友关系我接受不了。老天总是应景的，我也体验了一把偶像剧男主失恋即遇到大雨，我失魂落魄的在雨中行走，突然想到张成峰微博里的那一条，随即掏出手机打给柳如烟。她应当是在应酬，四周嘈杂，我忍着哽咽，柳如烟，下雨了，你能来给我送伞吗？柳如烟多在意我呀。紧接着我就听到她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以及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包间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小。柳如烟声色慌张，南萧你在哪？她没让我多等，明明是下雨天气，半个小时的车程，柳如烟20分钟就赶到了。她撑着黑伞步步向我走来，一脸心疼的看着我，南萧雨这么大你怎么不找家电避雨？都淋透了，发烧打针的时候又要哭鼻子。我无端的在想，张成峰半夜挂顶滴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哄的吗？我牵强的扯起一抹笑，柳如烟，你只给我送伞，还是路边的小猫你都要担心挨淋？也许是我凄然的表情，又或者他终于透过雨幕看到了我泛红的眼底。
柳如烟有些慌张到茫然无措地握住我冰凉的手。南萧，你怎么了？我们离婚。离婚二字说出口，我整个人轻松多了，淋雨淋了个透心凉。我也大概想明白了，女人嘛，多的是，尤其是我这么好帅又优秀的人，二婚我也能找到好的，又不是没人要，我干嘛要跟一个要饭的抢女人？他喜欢他就拿走。淋过雨后，我在家里烧了3天，柳如烟一直在一旁照顾着我，可我早就不是那个因为柳如烟为了我一颗糖就感动到眼泪汪汪的小男孩了。我封心所爱，置若罔闻。至于离婚的事，柳如烟好像失忆了一般，闭口不谈。我按捺不住，主动提起，结果他装起了日理万机。我没时间，你没时间，我有时间。打定主意要离婚了，我就不会跟他藕断丝连。我开始看起了房子，我赚的不少，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所以毕业这2年手里没攒下几个钱，如今衣食无忧，甚至有点小奢侈的生活，全都是沾了柳如烟的光。因此适合我的房子也就那几套。可柳如烟这小人玩不起，从中作梗，每次谈好的房东总能在我搬家的前一天变卦，接二连三如此，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出自谁的手笔。我暗恨自己没有柳如烟这遮天的本事，只能跟他谈判。柳如烟破罐子破摔，很是坦然。南萧，我们的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我相信不管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法律规定，都没有人希望一个妻子独守空房，简直巧舌如簧。我憋着一口气，我们很快就要离婚了。柳如烟根本不听这些，那就等离完婚再说。你倒是跟我离啊，搬走不成，离婚又总说没时间。我干脆摆烂，自顾自地搬到客房，与柳如烟做起了这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柳如烟说她不同意离婚，笑死，什么都成她说了算了。我用另外一只矫健的脚蹬到了她馒头处，你说了不算，走开，我要睡觉了。我纠结万分钟，柳如烟进来了，不想面对她，我干脆一闭眼装睡，她就静默地坐在床边，直觉她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而后轻柔地握住我的手。正当我以为她会像电视里的女主角那般，在这时候展现深情，向我说一些表白的话的时候，柳如烟开口道：南萧别装了，你睫毛都在抖。我睁眼，开门见山，离婚。柳如烟抚摸着我的脸，我们谈谈吧。我拒绝沟通，正当抬起双手要捂住耳朵时，柳如烟的话却率先一步钻入我的耳朵。我这些天没有一天是睡好的，想到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了。我耳朵一动，竟然有点好奇他会说什么，于是我坐起身子来，礼貌伸手，来，请发表你的感想。但我没想到，柳如烟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她举起手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定位，正是我与张成峰见面的那家咖啡厅。柳如烟说的有理有据，从那天下雨接你回家后，你就变得很抗拒我，所以我猜想那天一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我开车沿着路线一路找，又反复确定当天你手机的定位，发现你在这家咖啡厅停了10分钟。南萧，我了解你，想要崩塌你的认知观是很难的，所以你那天见的人是张成峰吧？我眼睛蓦地睁大，他是心里本来就有鬼，还是真的这么聪明？我没接话，柳如烟却从我的反应中得到了答案。她叹息，我在很久之前就拒绝过张成峰，我一直把他当弟弟，甚至连弟弟都不算，他是我的恩人。南萧，我很不愿意去关心除你以外的其他男生。他的微博我找到了，里面发的东西我此前一概不知。至于他微博内容上所写的东西，我承认我做过，但他的表达太含糊了，送伞送药都是助理代替，唯有去医院那次，我真的去了，因为那次他落水了，不肯打针。我冷笑，所以呢，你去了他就打针了？你是医生还是护士？哄他的时候不会想到我吗？南萧，他有深海恐惧症，是因为我僵住了。柳如烟与张成峰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两家在商业上素有往来，生活中2座大别墅又挨得近。张家父母忙于公司，可以说张成峰童年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柳如烟家度过的。张成峰自小对学习没什么兴趣，游泳上确实天赋惊人，年纪小小便拿了青少年组个大奖项的冠军。按照正常的走向是要报送国家队的，直到柳如烟落海。柳如烟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柳家父母也开明，并不致力于把女儿打造成一个全能战神，所以课外技能都是按照柳如烟自主意愿来点亮的。游泳就是柳如烟的盲区之一。那年海边游玩，两家大人都在海滩处晒太阳，柳如烟与张成峰海边拾贝，本是岁月静好的画面，却被柳氏集团早些年出卖公司机密的前职工毁了。他盗取机密乃至自断前程，一直对柳家怀恨在心。终于看到了落单的柳如烟，那人将半人高的孩子高高举起丢入海中，波涛汹涌的海面是张成峰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可无奈他游泳水平再高，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张成峰就这样拽着柳如烟，等到救援队赶到，两个人几乎都奄奄一息。张成峰就这时候患上了深海恐惧症，他再不敢靠近水面一步。柳如烟对张成峰永远有着救命恩人滤镜，所以每当张成峰有需要的时候，柳如烟能帮的都会竭尽所能。柳如烟感激在心，但不知何时，张成峰对他的感情逐渐变了味道，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柳如烟紧握着我的手，南萧，我扪心自问自己对张成峰无一丝邪念，跟你在一起的第一时间我便告知了他，此后的接触也不过寥寥，我只是没想到仅剩的那一点接触会让他记录下来，变成伤害你的利器。也怪我太自以为是了，自认为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却忽略了你心思细腻的感受，我该早些主动跟你说明白这些的。他一番天衣无缝的解释，还让我怎么生气啊？救命恩人这梗虽烂，却是真实发生在柳如烟身上的事情，怪不得高中就有传闻说柳如烟是蓝色大海的传说，我还以为是把它比作美人鱼的戏称，没想到渊源竟在这儿。可我心底还是难受，没有人愿意同别人分享妻子的爱，哪怕柳如烟心无涟漪也不行。正在心里琢磨着怎样表达，我手机绿泡泡提示音响起，是张成峰，你到底什么时候放过小燕？你把它还给我。还是这样的话术，我打字飞快，他在我身边睡下了。明早睡醒了，我问问他离不离婚。张成峰很显然被我气到了，他口不择言，你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你明明知道他喜欢的人是我，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要嘴硬吗？我舔了舔我柔软的双唇，是吗？发2张你俩亲嘴的照片过来瞧瞧。人很容易在自己介意的事情里丧失思考，如今回头看看，张成峰的演技当真拙劣，不过是因为张成峰始终是我心目中的一根刺，所以他的出现才会让我自乱阵脚，从而丧失思考力，掉入他的陷阱。他微博发了那么多条，
仅仅有一条照片 po 了柳如烟的侧脸，正如柳如烟所说，是在医院那天，柳如烟还坐着离她老远，正在低头看手机。张成峰被我对得哑口无言。1分钟后，柳如烟手机响了，张成峰2字嚣张的在屏幕前跳动。柳如烟神色变得有些尴尬，她求救的目光看向我面无表情，学着她的样子惜字如金道：“接。”柳如烟很老实的开了免提。紧接着，张成峰充满破碎感的声音响起：“小烟，我觉得好冷。”跟那天的嚣张简直判若两人。手机里传来呼啸的风声，我心一沉，正值初夏，哪来的这么大的风声？果不其然，张成峰紧接着开口道：“我来到了我救你的海边。”小烟，他应该会游泳吧？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有自己的追求，还拥有你，他有大好的前程啊！可我不行了，我什么都没了，我游泳事业没了，我身子垮了，你也不爱我，我这么爱你，你怎么置若罔闻呢？尽管张成峰这人讨厌的很，可他的语气很不对劲。柳如烟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她皱眉，眉宇间带了些厉色。我们去找你，你别动，我们自然也包括我。我掀开被子，迎上柳如烟的目光，点了点头。我跟张成峰都需要面对这个心结，恩情是恩情，爱情是爱情，不能混为一谈的。柳如烟将我扶上了车，没有任何犹豫，我们直直往海边赶。夜晚的海风微凉，夜色与海色融为一体，除了远方被点亮的灯塔，还有天上沉默的月亮，再无其他亮色。直到车缓缓驶入，大量的车灯照亮了海边一处的光。张成峰赤脚站在沙滩处，风吹乱了他的短发，人在偌大的海边显得格外脆弱渺小。透过透明的前车窗玻璃，我们四目相对。柳如烟率先下车，张成峰苦笑一声，指着我：“小烟，你是有多爱他？就连在这个地方，你来见我都需要带他。”柳如烟嗓音低沉：“张成峰，他是我的丈夫。”也许见到我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我跟柳如烟注定不会离婚了，他的愿望落空了，一切也都明白了。张成峰凄厉大笑：“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从小就喜欢过你，还救了你的命，你有没有一瞬间喜欢过我？”张成峰，我以为我说得很明白了。柳如烟无论对谁说话，都是一如既往的语调平静，除非真的戳中他底线，否则他半点不耐都不会显露。他用最平静的话语熄灭了张成峰眼底的光。张成峰，以后请你离我和我的丈夫远一点，因为你在拿我的命开玩笑。柳如烟的话说完，不只是张成峰震惊了，还有我。如果说之前是平静的阐述，那么柳如烟的这一句无疑是警告了。张成峰无力地跌落在沙滩上，失声痛哭，似乎一切在缓慢地放下。柳如烟则是转过身子，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我红着眼眶，四目相对，彼此会心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自从那次海边见面之后，张成峰就此消失在了我和柳如烟的生活中，微博他也注销了。我想他是彻底放下了，他的心结解了，我的心结也不在了。我更是放下手上的工作，直接成了家庭主妇，负责柳如烟的1日3餐，细心地照料柳如烟。柳如烟的肚子跟吹皮球一样，很快大了起来，整个人圆滚滚的，真像猪了。对比我的苦恼，柳如烟则是心情不错。看来我种植白菜的生意做得也不错。无言以对，我见柳如烟撅着嘴，主动将柳如烟纳入怀中，亲了又亲。南萧，你最喜欢的词是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那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吗？我哑然失笑。如果我没记错，高3那年，柳如烟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发言，她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多了这么一句。所以那些年，不只是我花小心思跟柳如烟告白，柳如烟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跟我说爱。柳如烟眼眶泛红，我搂着柳如烟的胳膊收紧，抬手落在柳如烟隆起的腹部，一脸幸福。柳如烟很爱顾南萧，我勾唇，好巧，顾南萧也很爱柳如烟。